这样如此经典的游戏被资本如此糟蹋，实在是暴殄天物。现在的游戏产业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些游戏存在微交易，那么整个游戏的机制就会围绕着怎么让你花钱来设计，而不是想着怎么让游戏变得更好玩。2代的《植物大战僵尸》给 EA 赚的钱是1代的26000倍，靠着免费的下载模式，2周内就拿下了2500万的下载量，比初代4年的总和加起来还多。但是当你打开评论区的时候，里面却全是老玩家的哀嚎。而最新的第3代在美术风格上更是直接把正统续作变成了山寨游戏，变成了 Instagram 和抖音上那些骗你点进去的假的手游广告一样的东西，廉价感是直接就溢出了屏幕。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把游戏行业比作游乐园的话，《植物大战僵尸1》绝对是那个无论什么时候去都要排2个小时队的经典项目。就像迪士尼的《飞越太空山》，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禁忌之旅》，2009年它只卖3美元，相当于现在一杯奶茶钱，却让全球玩家累计玩了整整4000万个小时。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连续玩了4566年。这个曾经定义了塔防游戏黄金标准的 IP， 现在却成了手游时代最惨烈的翻车现场。它从戴夫的那个种满向日葵的后院，变成了如今 EA 的超级提款机。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到这个价值7.5亿美元的全球现象级 IP 是怎么一步步沦为氪金粪作的。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九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九艺术的真谛。Nice。回到2009年，那个只需要花2.99美元就能买断整个游戏的年代，《植物大战僵尸1》用毫无广告和内购的纯净体验征服了全世界。它的新手引导、关卡设计堪称教科书级别，仅仅5分钟就能让玩家彻底理解阳光收集、植物摆放和僵尸克制的核心机制。这不是那种无脑通关的游戏，但是每次失败都让我去思考如何优化我自己的战术。而当你解锁完所有49种植物和26种僵尸以后，才会发现这个游戏的深度远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白天、黑夜、泳池、屋顶、迷雾模式，还有突然冒出来的跳舞僵尸，每种新元素出现的时候都会伴随着风格迥异的背景音乐。这种精心设计的多样性让玩家的游戏时长超过40个小时。而《植物大战僵尸1代》的商业成绩更是夸张，首发9天卖出30万份，打破了 App Store 当时的记录。移植到 Xbox 和 NDS 等13个平台后，母公司 PopCap 直接被 EA 用7.5亿美元收购。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次收购会成为整个系列堕落的开端。因为 EA 是谁啊？因为 EA 是当年那个在西方唯一能和腾讯比肩，被玩家骂到维基百科专门开设批判页面的游戏界毒瘤啊！果然在2013年《植物大战僵尸2》上线时，整个游戏的内购系统已经膨胀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新植物需要氪金，升级道具需要氪金，金币需要氪金，甚至连跳过关卡都要氪金。而当你咬牙坚持不充钱时，游戏会故意卡关。玩家原本以为宣传中成倍增长的植物数量和关卡等级是游戏内容丰富了的好事，其实植物和关卡越多，他们就越有理由跟你要钱。有玩家计算过，如果想要全收集所有的付费植物，需要花247.83美元，这比在当年买一台二手的 PS3 还贵。更让老粉心碎的是角色画风的突变，初代那种统一的手绘质感荡然无存，新登场的火龙草长得像劣质的橡皮泥，标志性的豌豆射手看上去一股廉价的塑料感。面对玩家的质疑， EA 曾经轻描淡写的解释这是为了迎合手机屏幕的显示效果。直到内部文件的曝光，才让我们玩家知道了真相，那就是初代的原画设计师 George Fan 因为拒绝加入内购系统，直接被 EA 开除。这位华裔天才设计师在 X 上留下了一句：我始终认为好游戏应该让玩家通过技巧解锁内容，而不是信用卡。之后便彻底消失在了行业里。
后来有记者在独立游戏展发现他在摆摊卖自己的手工制作的塔防桌游，当被记者提问是否后悔的时候，他苦笑着说，至少他现在可以决定他的向日葵该长几片叶子。有的玩家说他宁愿花30美元买完整版，也不想被广告和氪金弹窗所折磨。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开发商似乎已经得到了某家厂商的真传，微交易搞得红红火火，恍恍惚惚。现在的游戏产业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些游戏存在微交易，那么整个游戏的机制就会围绕着怎么让你花钱来设计，而不是想着怎么让游戏变得更好玩。植物大战僵尸2代实在是太赚钱了， EA 就把1代免费了，你以为 EA 是在做好事？根本不是。现在手机上的1代，你不看广告，它直接不给你用除草机，真的是干啥都要看广告。不过还好 Steam 是一块净土，坚决不让开发商在游戏里面加广告。如今你打开植物大战僵尸的 Steam 页面，没有广告的初代版本依旧保持着95%的好评如潮，评论区每天都有新人报道。Oh my god！ 哇！当玩家以为这就是 EA 的下限的时候，2019年发布的《邻里大战》直接把系列的口碑砸进了地心。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它的前作也就是《花园战争1》和《花园战争2》还是很好玩的，只是不知道 EA 是飘了还是不愿意在这条路上深耕。第3部稀烂的一塌糊涂，这一款被宣传为《花园战争3》的续作作品，定价40美元，却要求玩家再付30美元解锁新角色。最讽刺的是，这些角色原本是前作的免费内容，而现在你要么每天刷8个小时，坚持3个月，要么乖乖扫码支付。更别说游戏里的贴图错误多到了能让人一起来玩大家来找茬的地步。僵尸走路时膝盖会反向弯曲，而豌豆射手的子弹经常卡在空气墙上。油管上的主播用10分钟就凑齐了20种穿模的名场面，从会说话的墓碑里钻出没有下半身的僵尸博士，到向日葵突然长出3头6臂喷射激光。最终这款游戏只活了11个月的时间，制作组就宣布不再更新了。你让那些花钱氪金的玩家情何以堪？而停运公告下面点赞最多的评论是，建议把开发组关进戴夫的罐头车永远别再放出来。但是 EA 这家公司还是不死心。2020年，当他们放出《植物大战僵尸3》的测试版的时候，更是彻底暴露了资本家的贪婪本质。他们把经典的横屏模式改成了反人类的竖屏模式，而草屏变成了细长条，看得人眼睛发酸。最可笑的是，战斗系统全面降智，阳光自动生成，不需要点击，植物槽位固定不可调整。有玩家吐槽，这根本就是给3岁儿童设计的弱智游戏。而这个半成品居然经历了4次回炉重造。2020年首次玩家测试发现游戏只有3个基础关卡，官方解释这是为了收集测试数据。2021年的时候，他们进行了第2次测试， UI 界面突然冒出了其他游戏的广告横幅，客服又回应这是显示错误，正在修复。等到2024年的最新版本，氪金项目已经多到需要滚动整整3页才能看完。有愤怒的玩家在论坛贴出对比图，初代的全部内容只卖你2.99美元，而3代仅仅是僵尸主题皮肤包就需要14.99美元，整整翻了5倍的价格，换来的却是粗制滥造的贴图和低帧数的植物与僵尸动画。在我看来，最新第3代的美术风格更是把正统续作变成了山寨游戏，变成了 Instagram 或者抖音上面那种骗你点进去的假游戏，那种满屏幕的廉价感简直让人不忍直视，更是让我觉得惋惜，因为这样如此经典的游戏被资本如此糟蹋，实在是暴殄天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植物大战僵尸系列的堕落轨迹几乎是现代游戏工业的缩影，从精心打磨的买断制精品到免费加内购的流量生意，最后却沦为换皮捞钱的工具。现在看来，那个愿意为玩家创造纯粹快乐的游戏团队可能永远迷失在 EA 的财务报表里了。就像某位10年老粉说的一样，我至今记得2009年那个夏天，向日葵在夕阳下摇摆着脑袋收集阳光的模样，而现在看着满屏幕的氪金弹窗，我突然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杀死童年的不是时间，而是厂商的贪婪。
Anyways， 欢迎收看地主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植物大战僵尸》或者 EA 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